结果没想到跑太快了，被小童拉的那个够呛。我觉得最燃的一场逆袭的戏，反而是我们是跑回酒店洗澡，对吧？他跑到健身房继续练，来看耀眼，否则你会后悔的。Hello， 咪咕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云睿，在耀眼中扮演邢武。巨星开麦了，巨星有梗，开麦有料。初次接触邢武这个角色时，感受如何？很特别，因为在看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加上现代戏的话，我们有很多很生活流的部分，会觉得说我自己本人和这个角色的反差其实挺大的。在那一秒钟，我一直想你。别动我枪！所以当时我一是觉得有一定的压力，二又是很兴奋，我是否可以去更好的进入邢武的这个人物状态，然后表现出来一种大家没见过的不一样的气质。邢武有金发、黑发两种造型，个人更偏爱哪一种？当然我是都比较喜欢，因为这两个头发造型代表了这个人物他不同的阶段和状态。当然因为我之前也没有过这种金发的造型，所以刚开始肯定会对于这个金发造型会比较期待，或者说是扮上之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气质，会有一些新鲜感。但其实这两个造型我都挺喜欢的。读过剧本之后，在造型方面有跟剧组提过一些自己的建议吗？其实我们在第一次定妆的时候，就会和导演啊和造型一起讨论这个人物他大概会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会是什么样的造型。因为他是生活在海边的一个小镇青年，他每天又要奔波于生活，为了养家，为了照顾奶奶，然后又要去修理东西。可能说这个渣渣亭很多地方的居民一个电话就会打到邢武这儿来，邢武来帮帮忙，这个我什么什么坏了，什么什么坏了。当然他修手机是主要的，他什么都能修，相当于是百事通吧。所以呢，当时我们设计的就是他的衣服不会干净，看起来有一些生活痕迹的那种服装。然后呢，在功能上的话，因为他骑电动车，然后穿梭于这个渣渣亭，他的背包经常在身上，加上我其实是在前中期的时候一直不换包的，就那一个包，因为那个包里装的什么呢？他可能随时要去修东西的工具包括他的整个装扮来说的话，可能偏干活方便比较多一点，比较干练一些。为了贴合这个角色，在形体上面有做什么准备吗？从身体上，我觉得我给自己做了一些改造改变吧。可能之前拍古装戏的话，就是要求纤细一点、瘦一点，然后现在这个戏的话，他干很多活肯定是比较有线条、比较可靠、给人安全感的那种身形。所以呢，我在前期的时候做了很多的增肌的训练，然后让自己看起来更强壮、更可靠一些，并不是说要把自己练得多么大，而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他能承担很多东西，他有责任心，然后他也能保护秦野。剧中您觉得最甜的一场戏是？最甜的一场戏，我最喜欢泰坦尼克号那个。分享一下拍摄过程中有趣的幕后故事。有一场我拉着他跑的那个戏，跑太快了，有点没收住，他有点跟不上了。然后呢，我就埋头在前面跑，其实是想跑出来那种大步奔跑的浪漫的那种，有一点救赎的感觉。然后觉得人在里面跑得特别肆意，结果没想到跑太快了，然后给小童拉的那个够呛，你知道吗？邢武和秦野互相救赎的过程中，最打动您的是哪一点？我觉得是坚定，他一直很坚定的让秦野往前走。秦野一直帮往前走，我会追上。秦野即便离开渣渣亭了，他心中从来都没有动摇过我要去找秦野这件事情。不管是5年还是多久，一面也不见也没关系，就是要和他在相约定好的那个地方、那个高度再见面。他是坚定的，没有怀疑的。评价一下剧中邢武成长为守护者的历程。他本身就是一个守护者，承担家里的很多负担，他要照顾奶奶，要给家里挣钱，要还债，他只是在生活，他本身就是在守护他的家庭。在你个人心中最燃的逆袭戏份是哪一场？在前期的时候，邢武一直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什么事他都能顶在前面，所以我觉得最燃的一场逆袭的戏，反而是他和曹平在仓库见面的时候，他跟曹平说：“咱俩男愿你想怎么样都可以，你别动秦野。”以前的方式就是他会去打别人，然后呢，用各种他自己擅长的方式解决这一切。秦野来了之后，他成长了，他觉得靠拳头解决不了问题，他开始用智慧，用自己来牺牲，来换取秦野的这个安全吧。
以剧中逆袭者行武的角度，有什么想对年轻的观众说的吗？就像这部剧名吧，耀眼。就即便你只是一棵野草，因为在我看来，行武它本身是长在可能野土地里、沼泽地里的野草，没有那么多的被呵护，但是呢，它也可以长成参天大树，它也可以就是向阳而生，让大家去相信，只要你向前跑，只要你相信自己，去相信爱，你就可以变成本身耀眼的存在。网友评价你和小童把耀眼剧组变移动健身房，对此你怎么看？就是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都挺卷的啊，我本身也很卷，说实话，但是他的卷超出我的想象和超出我的意料。收工之后，我之前会跑回去嘛，跑回酒店嘛，可能就6-7公里左右，然后发现他也跑，并且我跑一次要歇好几天，他天天跑。跑回去就算了，我们是跑回酒店洗澡，对吧？6公里跑回去洗澡，他跑到健身房继续练，练完晚上也不吃饭啊，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还要再运动，还要再踩椭圆仪什么的。最喜欢行武哪一点？坚韧、责任感。如果秦野没出现，行武会过怎么样的人生？他也会过很成功的人生，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人，他也会在渣渣亭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很成功的人。用行武的语气喊话网友追剧，来看耀眼，否则你会后悔的。下一部戏想现代还是古装？都行。3个词形容关晓彤：优秀、高能量、纯真。您是爱人还是艺人？爱人。行武的告白必杀技：带你去个地方。1、2、3、4、5。上咪咕视频真耀眼。当时我就觉得天都塌了，那场戏我就拍得云里雾里，是第一次遇到这么自律的自己。不能扑，不能扑。身材管理成功后，耀眼哭哦。Hello， 咪咕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巨星开麦啦！巨星有梗，开麦有料。我是演员关晓彤，我在耀眼当中饰演秦野。秦野从富家女沦落成小镇女孩，在身份转换的处理上加了哪些小巧思？那我觉得是对人的态度吧，因为通过人和人之间的一个交流，情感的变化。可以体现就是它的一个落差感，所以我可能会在前期的时候，就是和这里的人，眼神啊，然后语气上会比较有距离感、边界感，就是会有一些隔在中间的东西，可能没有那么的亲切。然后随着在这里的生活跟大家就熟悉之后，对人的从态度上会逐渐的温和，然后逐渐的在眼睛里面会带有对家人的这种情感、亲情等等的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小巧思应该就是从几条人物线当中对不同的人物在前期和后期一个态度上的转变。 Nice。 提名你心中甜度最高的一场戏我觉得其实很多像我穿着校服奔跑啊，包括在操场一圈一圈带着我跑，我觉得这些都还挺甜的，是那种很怎么说很积极很明媚的那种感觉。分享一些有意思的幕后趣事。我觉得是那个海蟑螂吧，也不算趣事，就是那天在海边，然后就有一个海蟑螂从那个石头上，就好像是马上就要钻进我的衣服里了，因为我本身就很怕虫子。那场戏我就拍的云里雾里，我就一直在想那个蟑螂的事儿。然后后来他们给我看完那个路透，当时我都觉得天都塌了。我说你们怎么之前不给我看呀？他说之前给你看，怕你都不想坐在这儿。我说那个真的太吓，这么大一个虫子就在我这块盘旋了一下，然后就走了。这个也不算趣事吧，但是是我印象深刻的事情。秦野和庄晓婷这2个角色相似点与最大的不同点是，相同点就是大家都是学霸，都很会学习，有一套自己的方式方法。不同点就很多了，因为毕竟年代背景不同，南北方环境不同，然后时代不同，性格就也很不相同。对，其实不同的点非常的多。在演绎这2个角色时各有什么小巧思？因为小婷是比较柔软的，是走内核稳定这条路线，她没有说特别的喜怒形于色呀，她是比较内敛的那种性格。然后包括她是南方的一个女孩，这点就跟秦野从北京来的不太一样，是一个很大的差距。比如小婷是 I 人，可能秦野是 E 人，她是一个会表达自己的情绪，有不爽不满会说出来，会去宣泄的一个状态。她不像小婷走隐忍路线。
秦野带着行武的逆袭之路，你认为对于2个人物来说最大的难点是什么？这条逆袭路最难的点就是在于让行武接受他重新回学校这件事儿吧，不断的去 push 他，希望他可以重新回学校，然后走上这条逆袭之路，但中间会有很多挫折嘛，比如说像什么营业执照的问题啊，奶奶住院啦，像什么要还钱，就很多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就是秦野可能要从现实层面到他希望他可以逆袭的理想层面，他在中间找这个平衡点。秦野的造型变化是否象征了角色的成长？是有的，他是前期的时候是黑长直，可能会千金感重一些，然后比较精致的穿搭，颜色是比较简单干净的黑白灰这种路线的。中间到了这之后，逐渐就变得海岛风，从烫完羊毛卷开始变得越来越海岛风。中间还有一段时期的造型是上学，5年后又是西装，然后风衣啊会轻熟一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戏的造型还挺帮助演员建立信念感，他会通过不同的阶段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状态。剧中妆造和红毯高定比哪个更自在？剧中造型我还是非常享受在现场拍戏的感觉。剧组让你想带回家纪念的道具是什么？这里有好多那种小贝壳，就是那种装饰品，就在那个秦野的房间有很多，然后还有就是奶奶给织的那些笔套本套，就那种手工织的那些专属秦野的那些纺织品，那些其实我还挺想要的。在威海拍戏，给你留下最深印象的美食是什么？这边的海胆真的很不错，很新鲜，就在那个海鲜市场买的海胆还不错。你是要演剧组里的健身卷王吗？我说实话，我是第一次遇到这么自律的自己。第一次遇到这么卷的自己，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每天哇照照镜子，饱了，要么就是疯狂的跑步，沉迷跑步，我是就是特别能跑。然后我现在从这儿跑回酒店，以前我是要跑45分钟，我现在30分钟就跑到了。然后前2天跑了一次28分钟，我说我的天哪，我说这个速度是怎么就一下就上去了？然后我工作人员他就骑这个小电动跟着我跑，他说就感觉就拧那个东西拧了，就比以前他的那个电动车的速度也快了一些。厉害！最推荐的减脂餐是？那就推荐彩椒碗吧。但其实我是很喜欢拿豆腐拌一切的，就是豆腐拌生菜拌茼蒿拌什么，它也很清炒。秦野的座右铭会是晴空万里，炎炎善也。用3个 emoji 形容耀眼，你会选3颗星星，然后再用一个海边的，再用一个耀眼，再用一个眼睛。 3个词形容下李云睿，首次合作感受如何？很自律，很认真，很爱笑。合作感受就大家每天都很开心，然后可能也是就同龄人，大家脸都也很一样，就都很自律，都很卷，大家都挺卷的。如何快速培养对戏默契度？这个就是我们导演是个艺人，特别的给力，以一己之力把2个爱人给他同时带艺了。所以你知道吗？就这个功臣，这个导演，他真的每天就是情绪饱满，热情高涨。像我是那种比较慢热，就挺哀的那种，社交属性没有那么拉满。但是导演在，他会把一切的现场的气氛给搞好，调动起来。对，所以他是绝对功不可没，真的。Excellent。导演在现场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什么？不能播，不能播。但是导演说的话，我们都觉得很好笑。近期角色都是以现代戏为主，未来还会想尝试什么样的角色呢？对，我也是有想，就是说可以考虑一下古偶啊什么的，也会去想。你看之前的我是悬疑什么的，然后现在是怎么说？身材管理成功后要演古偶。用秦野的方式安利一下耀眼吧。不看耀眼的话，你还看什么呢？最想销毁的片场造型是？没有，都很喜欢。用3个 emoji 符号形容李云睿片场状态：跑步的、健身的，还有乐的。不看耀眼的人会错过，不看耀眼的人会错过耀眼的我们。杀青后最想做的事？杀青后最想做的事情玩儿。你看以前我的杀青后就只有就是想去哪儿就去吃喝，但是现在我就想去玩，去拍照片，想在海边拍照片，拍一组生日照吧，快过生日了。